被高达光芒掩盖的全领域型机动战士先驱，人格连力压欧美阵营的王牌登场。机动战士高达00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MSG06Y3B， 铁人式护子，也称为铁人全领域试验型，是人格连为验证下一代 MS 技术而开发的一款原型机。该型机体正如全领域所描述的那样，无需增加额外的辅助装备，就能适应从地面到宇宙大部分作战环境。虽然实现跨领域作战所带来的优势，并不像更新武器装备提升战斗力那么直观，但在使用效率方面将会得到大幅度提高，使地面和宇宙的部队具备了相互支援的可能性，从而让人格连在部署机动战士作战时变得更加灵活。这对于长期与 AU 和联合两大势力的斗争变得更加有利。而在外观造型方面，铁人式护子跟铁人式宇宙型相比，有相当多的地方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这其中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是，安装在腿部的杵冠改到了肩膀上，并且为了提升机体的机动性能，在这个位置还设置了多组推进器，加上腿部和腰部这两个位置的推进器，使得铁人式护子的机动性能得到了跨越式提高。不但在宇宙中的机动性能表现要优于铁人式宇宙型，在地面悬浮机动的性能也足以比肩铁人式高机动 B 型，而且机体的反应速度十分迅速，能做到在较短的距离范围内躲避掉敌方的攻击。而铁人式护子第二个差别比较大的地方是，驾驶舱采用的是双座复合式驾驶舱，其中前座配备有全景式显示器和情报信息管理系统，对应到该位置的驾驶员所承担的职能就是负责操纵机体和战术分析。至于后座位置的驾驶员，虽然使用的也是跟其他铁人式机型一样的头显设备，但所负责的范围是战斗决策和操纵攻击指令，跟前座驾驶员的分工机制基本跟双座型多用途战斗机一样，都是将驾驶和作战分开执行的方式来提升战斗效率。第三个差别比较大的地方是，在机体后背安装有一个圆盘状的微波天线，该天线可让铁人式护子进行无线充电，这样只要机体在处于相关充电设施覆盖的范围内，铁人式护子就能随时获得电量补充，从而提升续航力。另一个是铁人式护子所使用的武装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主武器是500毫米口径的多段加速炮，该炮的体积相当庞大，很难以手持的方式进行射击，因此专门增加了连接部件固定在了机体的腰部位置。尽管在使用上并不轻便，但射出的弹丸初速很高，其原理是通过向炮管分段燃烧室注入液体推进剂，以此来实现阶梯式加速，这样炮口初速就能达到常规火炮的数倍，所带来的威力只要一发就能够摧毁掉一架机动战士，这就在战斗中就能给予对手巨大压力，形成威慑。而手持的武器则沿用了铁人式宇宙型的滑膛炮，也就是带有碳素刀的25倍200毫米口径滑膛炮。这把武器已在宇宙环境中应用，射速不但极快，而且火力凶猛，各方面的性能已经达到稳定状态。而滑膛炮上的碳素刀除了用于近战之外，还能作为散热片发挥散热作用。最后是还有2门30毫米口径的近防机炮，分别安装在胸口和肩膀这两个位置，其中胸口位置的机炮是参照了长鼻式的设计，可在地面作战时用于打击人员和轻型装甲等目标，包括对方发射的导弹也能进行拦截。基本上依靠这些武装和机体的机动性能，铁人式护子在面对现役机动战士时就拥有了巨大优势，但是在面对天人组织的高达时，铁人式护子仍难以直接进行对抗，这在与密天使高达的战斗中就得到了体现。当时负责驾驶铁人式护子的2名驾驶员，分别是超兵的列奥纳多·范恩斯和戴芬妮·贝迪利亚。虽然他俩在这场战斗中以埋伏的方式取得了先机，成功让密天使高达装备的 GN 原型单元受到了损失，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就此抓住机会击败密天使高达，结果因为对方的增援力量及时赶到，不得不选择了撤退。不过没多久之后，他们2个又再次与密天使高达发生了战斗，虽然在这场战斗中给予了密天使高达巨大压力，但最终还是被密天使高达抓住机会，在一次使用2个 GN 原型单元防住了铁人式护子攻击的同时，直接反击命中，使铁人式护子失去了战斗力。于是密天使高达就这样再次取得了对铁人式护子的胜利。而作为对手的列奥纳多和戴芬妮，他们2个在战斗结束以后选择脱离了人格连，转而加入天使组织，成为了高达尖兵。至于他们2个驾驶的铁人式护子，则封存在了人格连的次世代开发技术研究所当中。不过铁人式护子没有就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当时间进入到 AD 2314年时，为了阻止来自地外的生命体 ELS 的入侵，
已加入天使组织的列奥纳多·范恩斯和戴芬妮·贝迪利亚便驾驶屠龙圣剑型堕天使高达出击作战，结果在战斗中沾上了 ELS 碎片，导致机体被侵蚀同化。于是他们便重新启用封存中的铁人式护子，像以前那样与 ELS 展开战斗，最终成功将被 ELS 侵蚀同化的屠龙圣剑型堕天使高达击毁，也由此为铁人式护子增添了一次精彩的战绩。而通过这场战斗可以说明，铁人式护子在开发时的性能水平是比较突出的。因此在 AD2307 年人格连初次与天人组织全面对抗时，基于铁人式护子改造了一架机动战士，来用于加强对抗天人组织高达的战力。而这架改造后的机动战士便是型号为 MSJ062SP 的铁人式桃子，其中型号里的 SP 是 Super Pilot， 因此该型机动战士属于是超兵专用的机型，其在性能上的相关配置上都按超兵的水平进行设置。跟原型机铁人式护子相比，铁人式桃子比较大的变化是双人驾驶模式变成了单人驾驶，而驾驶方式在一开始时跟量产型铁人式机型一样，使用的也是护目型头显设备来操纵机体。后来在进行捕获天人组织的高达任务之前，人格连对铁人式桃子的驾驶舱进行了改动，改成了跟铁人式护子驾驶舱前座一样的全息感知投影系统，加上头部有新增的可滑动观察摄像机组件，让铁人式桃子的态势感知能力提升了不少。并且人格连还给驾驶员换上了新的驾驶服和头显设备，以此阻隔超兵驾驶员受到来自外界脑能量波的影响，从而避免超兵驾驶员陷入混乱导致失控的情况。而在经过这一改动之后，铁人式桃子也就成了超兵索马皮里斯的专用机型。同时为了进一步保护驾驶员的安全，在铁人式桃子的驾驶舱位置追加了装甲，以此来提升超兵驾驶员的生存几率。而铁人式护子两个肩膀上的杵冠在铁人式桃子上则变成了一个，并且将安装位置挪到了后腰位置上，包括肩膀和双腿位置的推进器也做了调整。所安装的偏向式推进器可以支持机体做出多种复杂机动，只要利用喷口的喷射角精确控制输出角度，就能让铁人式桃子在战斗中做出高难度机动，而且输出的推力十分强大，可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到高速状态，甚至能够在高速状态下能做出急停和拐弯这些高难度机动动作。可以说铁人式桃子表现出来的部分机动性能并不比同一时期天人组织的高达机体逊色。除了宇宙环境之外，铁人式桃子在地面的机动性能同样十分出色，其机动方式也跟铁人式高速机动 B 型一样，能够满足在多种地形环境下进行高速机动。然后是武装配置方面，铁人式桃子除了没有安装铁人式护子的多段加速炮之外，剩余所配备的武装分别是带有碳素刀的25倍200毫米口径滑膛炮、肩膀位置的30毫米口径机炮，还有跟铁人式陆战型一样的碳素刀近战装备。由此可以看出，铁人式桃子所使用的武装均为制式装备，没有基于超兵驾驶员而专门去开发新的武装。尽管铁人式桃子使用制式装备展现出来的战斗力并不突出，但在超兵驾驶员能力的加持下，所发挥的战斗力仍要远超于普通士兵驾驶员驾驶的机动战士。即使是对位天人组织的高达，铁人式桃子仍有一战之力，不至于像量产机型那样一瞬间就被高达击破。比如在地面执行捕获高达的作战行动中，铁人式桃子就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捕获主天使高达，并使其失去了战斗力，为之前在宇宙捕获高达的作战失败挽回了名誉。而唯一比较遗憾的是，随后出现的作天使高达破坏掉了他们的行动，没能将已失去作战能力的主天使高达带回基地。不过得益于铁人式桃子的优秀性能表现，让人格连决定在其基础上来开发一款适合普通士兵驾驶的新型机动战士。而这款新型机动战士便是型号为 MSJ063A 的铁人式全领域对应型。该型机动战士在造型上跟铁人式桃子相一致，没有什么变化，包括驾驶舱所使用的全息投影感知系统也得到了沿用，但有按照普通士兵驾驶员的水平进行了适配。而有变化的地方则是新增了一把光束步枪，该枪除了射击这一攻击方式之外，还在枪口底下这个位置设有光束键，启用后就能像步枪上刺刀那样与敌方展开接近战。尽管光束武器的攻击力要比实弹武器强出不少，但这种武器通常是以太阳炉作为动力的 MS 装备使用，而铁人式全领域对应型则是非太阳炉动力的机型，因而在自身内部并没有配套的能量供应装置，所以这把光束步枪自带有 GN 电容器，以此来满足非太阳炉动力的机型装备使用。
不过机体的操作系统对使用光束武器存在兼容问题，因此使用光束武器需要借助光学传感器才能操作，而且操纵的难度极大，驾驶水平几乎需要达到谢尔盖·斯米尔诺夫的级别，才能驾驶铁人式全领域对应型使用光束武器进行实战。因而驾驶水平不够的普通士兵驾驶员一般都是用回原来的25倍200毫米口径滑膛炮出击作战。虽然实弹武器的攻击力比不上光束武器，但铁人式全领域对应型的整体性能较现役量产机型还是有增强了不少，足够取代现役机型来成为人格连下一代的量产机型。然而自从人格连得到安装拟太阳炉的厄运试了以后，不但让型号为 MSG07 的次世代 MS 的开发计划遭到放弃，也让铁人式全领域对应型的量产受到了影响，结果仅生产了几架给少数精英驾驶员使用，而这其中的驾驶员就包括了谢尔盖·斯米尔诺夫。但是在 AD2312年时，他驾驶的铁人式全领域对应型在一场军事政变当中被自己的儿子安德烈·斯米尔诺夫驾驶的厄运式3型击破。当时只见他儿子驾驶厄运式3型，手持 GN 光束剑，毫不犹豫的就刺穿了铁人式全领域对应型的驾驶舱，就这样引发机体产生了爆炸，被安德烈·斯米尔诺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